两兄弟一起修房子，房子的外观居然没统一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接着上个视频继续来干这个活。上个视频我们把这个场地平整出来了，从最开始我们拆房子到现在，总共花去了1个月多的时间，总算是把这个场地给平整出来了。场地平整好了之后，包工头花了1天多的时间，总算把这个线也放好了。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挖这个基坑。这个地基眼看我们只挖了1个出来，其实相当于挖了2个地基。因为东家有2个儿子，他们修的这个房子要分开修，不像以前的老房子一样连接到一起的。以前的老房子不光外面的造型一样，里面的布局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这次让我有点意外，既然两兄弟修的这个房子外观上面没有统一，哥哥觉得弟弟的不好看，弟弟的觉得哥哥的不好看。反正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左边这个图是哥哥选的，右边这个是弟弟选的。老铁们，你们说这2个图到底谁的房子修出来更好看一点？在没挖基坑之前，我以为前面的这一排基坑起码要挖个3米左右，没想到就挖了1米多深，就挖到老底子了。这个基坑刚挖好，包工头就让我们甩一些石头下去，把这个底子垫平。挖了这么多地基，还是第一次见底子都没有清就直接甩石头的。最起码把底子清了，底子铺一点混凝土，再甩石头，这样也好很多呀。然后我就给包工头说，这样搞出来怕不得行了，最起码要把底子清一清，清了再放点混凝土，混凝土放好了之后，上面再放石头，这样才行。然后工头说没事的，这个底子是硬的，把石头放了之后上面再放混凝土也是一样的。然后我就挖后面的这个基坑，挖完了，我以为又直接把石头放下去。这一次包工头就让我不要把石头放下去了。这个地基总共要挖36个基坑出来，所以也会挖很多泥巴出来。如果把这个泥巴全部堆到这个场地里面，基本上是堆不下的。再加上中间这个地基又不往上面提，到时候回填基本上也用不了多少泥巴。所以我们在挖基坑的时候，就顺便就找了一个车子来，把这个沙子就直接装走。车子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挖外面的基坑，因为外面的基坑挖的比较深，泥巴也比较多。车子走了我们就挖里面的这个基坑。里面的这个基坑不需要挖很深，我们就把这些渣子就全部堆在这个边上。老铁们，这个基坑比前面挖的所有基坑都还要大，原因是这2个基坑其实是两兄弟一边占了一半。东家让我们把这个排列的基坑全部挖通。虽然两兄弟修的房子是分开修的，但是这个地基还是连接到一起的。挖到后面这2个排列的基坑就有点不好挖了。这里有一个黑色的管子，这个管子是天然气管道，这个基坑刚好就在这个管道边上，也不知道这个下面是个什么情况，就生怕挖的时候把这个管子挖到了。这个基坑前面又是之前倒的混凝土，挖也挖不动，我们只有用这个斗阴气砸，这样是相当的费车子的，看着都心疼啊。这么一点又不想换破碎锤，在这里砸了老半天，总算是把这个混凝土挖掉了。好在这个天然气管道离这个基坑有点错开了，不影响我们挖基坑。我们总算把这个基坑也挖出来了。最后这个基坑挖完，这个活就先告一段落了。等他们工人把这个柱子倒好了，我们再来回填，回填了之后再来挖基槽。时间又过去了7、8天，他们工人总算把这个柱子倒好了。今天我们又把挖机拖过来，先把这个柱子周围这些空隙给它回填了。回填了顺便再来挖这个基槽。我们还没来回填这个基坑，包工头就把这个线给我们放好了。这样放了也是白放，我们在回填的时候就把这个线给它挖掉了。其实这个柱子倒好了之后，这个线放不放都无所谓的。我们在挖基槽的时候，只要把2个柱子给它对直了，然后在中间再挖个槽就行了。在挖这个基础槽之前，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个搅拌机给它攒到一边去，先把这条路给它腾出来。为什么要先把这个路腾出来呢？是因为我们在挖这个基础槽之前，这个基坑周围我们也是回填完了的，然后这个基础槽挖起来之后也有多的泥巴，所以我们就要先把这个路给它弄出来。弄好了之后在挖基础槽的时候，就顺便又找个车子又给它拉出去。在挖这个基础槽之前，我们把边上的这2个斗齿给它换了2个新的，这样我们在挖这个槽的时候又好挖一点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是想把这个羊沟再给它挖深一点，挖宽一些。
这个水是从左边往右边排，所以右边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左边呢稍微挖深一点，这样雨水一来了之后啊，要流得快一点，不容易淌水。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尖尺，把这边这个沟尽量啊给它稍微挖深一些。在清理这个沟的同时，我们顺便把里面这一溜啊也给它平整出来了。多的泥巴我们就堆到了一堆。当车子来了之后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泥巴给它装上车。车子装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啊把前后这两个柱子给它对直，对直了之后，就在这两个柱子的中间啊挖个1斗宽的这个基础槽，这个深度啊要求是40升。在挖这个基础槽的时候啊，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泥巴全部给它装走了，这个边上啊还是要留一点泥巴，因为这个地圈梁倒好了之后，还需要一些泥巴来回填的。如果全部给它拉走了，到时候又拉泥巴进来就恼火了。这一小段圈梁刚挖完，然后啊就发现这个车子啊在这里陷住了，我还以为是这里陷下去了，原来是因为司机在开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往左边来了一点，就导致这个轮子掉到这个基坑里面去了。老铁们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车轮子，如果说司机在开的时候往右边靠个50-60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掉下去的。我下去看了一下，这个啊陷的不是很严重，我们就把里面的这个渣子啊给它挖出来。把左边陷车的这个位置啊挖一些泥巴出来，然后他车子用力，我挖机再搭把手，这个车子一下子就救援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在边上挖一些石头，把这个坑呢给它回填起来。然后我们继续来挖这个基础槽，这个基础槽和前面的一样，我们边挖的时候就把这些多的泥巴就用车子给它拉走，场地里面呢只留小部分，到时候回填地基用。最后这一段基础槽我们就稍微挖慢一点了，因为这个下面有天然气管道，前面我们干了这么多活，一直在留意不要把这个管道挖坏了，不然最后这一点活把它挖断了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我们先把表面上的这个水泥块挖了之后，后面这个基础槽我们尽量这个斗齿啊不要斜着往下挖，我们就平着挖，然后用斗背去赶去扫，尽量把多的土挖出去，剩下的一点点土就让他们人工清一下，不然到时候真的把管子挖坏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所有的基础槽挖完了，然后我问了一下包工头，下次来回填要什么时候？工头说大概要10几天，因为他们工人到地圈梁差不多要5-6天，然后再保养个4-5天，差不多也就是10天左右了。